喝杯水吧。主任，你们都到了。这位就是学子的姐姐。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妹妹叫黄欣。这个学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在自媒体平台上，学子是以知性女性的形象出现的。我们在努力打造一个知性公知领袖人物，以特有的角度切入社会热点事件。说说现实生活中的他吧。执行能力非常强，雷厉风行的。他知性的时候并不多，听上去挺像彩虹屁的，不过这就是真实的学子。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我们公众号粉丝量太多了，抄袭者、跟风者也都很多。所以我们为了保持现在行业领袖的位置，只能时刻保持危机感。但这个学子的压力挺大的。不过他有自我的解压方式吧，比如独自旅行。旅行？实际上，学子每年都会消失那么几次，彻底从人间蒸发，我们都联系不上他。不过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每次失踪前，我们都觉得他濒临崩溃了，但是回来后就是满血复活的状态。所以前不久学子失踪，你们都没放在心上？不是这样的，这次学子失踪是我们的公司的一个活动。什么意思啊？最近我们公众号关注量和评论数都有所下降，这就导致一些广告客户选择了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也是没办法，于是就策划了2个黑森林特别活动，其中一个就是学子的失踪。黄欣姐姐，我们一定会全力侦破这个案子，早日抓到真凶。但目前，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尸体已经完全白骨化，所以无法辨认死者。这个是他的衣服。这是我陪他买的，这个是我陪他一起买的。我们做了调查，很遗憾，黄兴16岁左右的时候，父母因为车祸双双离世了。那后来是你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活吗？是他照顾我比较多，虽然我比他大4岁，但生活上他更像一个姐姐。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有今天的成绩，完全是靠他自己挣出来的。所以在您眼里，她是一个非常懂得照顾人的妹妹，对吧？他太不会照顾自己了，他经常失眠，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我知道他很焦虑，所以每天晚上他要以喝酒才能入睡。喝酒？他喜欢喝红酒，他喝红酒是以迅速灌醉自己为目的。1个月前，他有没有过想要离家的想法？那天晚上，他的行李箱里装了2瓶红酒。你这次出去要多久？可能10几天，可能1、2个月吧，我也说不好。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没有啊，工作上的事而已。你该找一个好男人嫁了。现在要找一个好男人的几率，比我出门头被花盆砸还低呢。你放心吧，姐，等我调整好状态，我又变成学子了。现在我是黄兴，我也不喜欢这么软弱的自己。哎，等一下。都这么晚了，你还穿短裤，一个人在外面要注意安全，换上换上。我知道了，姐，我只是想逃离这个世界一段时间而已，你放心吧。知道。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了。照您这么说，黄兴会经常一个人出门，是吗？我知道，
网络上攻击他的黑粉很多，所以他需要自己的空间，在他的空间里不需要任何人打扰，包括我在内。看来学子也挺不容易的呀。你们都看到他身为学子最坚强的一面。其实每个人都有 A、B 面，只是不愿意让人家发现而已。这篇关于学子失踪的文章，居然是你们精心策划的特别活动。这也是学子的主意。那天他提着行李走进公司，特地跟我们2个交代了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吗？我总觉得你粉丝人数那么多，万一这篇文章火了，真的有人报警怎么办？有人报警我就出现，出面解释这是一场乌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全民找学子，只要能报，我们以后就能过更好的生活，这没有必要再讨论了。第2个特别活动筹备怎么样了？进展顺利，报名人数超出我们的想象。很好，等我失踪之后，王者归来，再和黑粉面对面的好好聊一下。这2个王炸扔出去，广告商到时候一定会跪舔我们的。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拜托各位了，在我休假期间，千万别联系我。黑粉见面会，你们也知道，学子黑粉挺多的，他们经常发私信侮辱、谩骂，甚至是恐吓他。这要放一般人身上，早受不了了。不过学子不怎么当回事儿，他反而说这说明黑森林已经火了。对呀，黑粉见面会也是学子的创意。他说，与其让键盘侠在背后指桑骂槐，还不如当面和他自己对峙。本以为这些怕见光死的黑粉不会再出现了，没想到报名的人还挺多。大部分都是来看热闹的，真正敢跟他对峙的，也都是想出名的人。能不能把所有黑粉的资料给我们一份？没问题。关老师，关老师，喂，你好。你在找我？给你个机会，到这里来找我。
学子他利用了自己的休假时间进行炒作，并且他还和黑粉面对面的进行开撕，这2招真的太厉害了，热度、流量都有了，关键是绝对吸睛。这些黑粉的回复看了是挺让人心寒的，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不少。但我总觉得凶手不在其中。黑粉啊，我见多了，可黑粉杀偶像这事儿不常见。什么？好，我知道了。李队，怎么了？法医那边来了个消息，队长，医学院有位女助教老师在家中遇害，有性侵迹象。行动。是。这样吧，队长，我去和他们法医部门的人说。不过齐明和安然好像已经回家了，我打电话让他们去。我来联系安然，你去找秦明。那小子还需要找吗？这有尸体的地方，他一定会在啊。各位，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们看到秦明，并且找到秦明，必须立即控制起来。为什么呀？我没有在开玩笑，这是命令。行动。控制。11表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先工作吧，其他事儿一会儿再说。工作没问题，但是秦明的事也很重要啊。什么叫先控制他？为什么要控制他？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们2个遮遮掩掩有意思吗？我关心一下自己的兄弟都不行吗？行啊，要说着急，安然比谁都着急。秦明有可能和彪哥的事有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有嫌疑。不是，你们现在什么谣言都信了？说齐明是嫌疑犯，说齐明伤害了彪哥，这么鬼扯的话你们都信？我不信，我也不信。那不就成了？我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证据，也是我给李队打的电话，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是我举报了他。要说伤心难过，安然比谁都严重；要说信任，安然比谁都信任他。但我们是警察，就必须做警察该做的事情。先工作吧，干活。你怎么在这儿？性侵痕迹明显，我没有带工具，只能通过观察做初步勘查。接到通知了吗？回答我的话呀！我没有接到通知，却出现在案发现场。你觉得这不是巧合？你觉得我有问题？这说明你开始长脑子了。秦明，你跟我说句实话，彪哥的案子是不是与你有关？你想我协助调查，但你没有拘捕令，对吧？那你就先让我完成手头上的工作吧。你就在这里，我不会跑。让他做吧，他不会跑的。他目前还是个警察。行，兄弟，我不相信你会做违法的事。感情用事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大忌。虽然我不明白你这个所谓的兄弟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但我真心觉得你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刑警。既然你们觉得我有嫌疑，你们就应该把我当做嫌疑人。秦明，我们都相信你。我是沿着这边进来的，那么开始吧。窗户外面有铁栅栏，凶手是不可能从窗户跳进来的。门锁也没有什么异常。死者在死前遭受过性侵，不过需要进解剖室，对伤口进一步鉴定。没有连环杀手的签名。整个案发现场只有客厅
有明显的打斗痕迹和血迹。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这个柜子上的血掌纹。这个不会是凶手的吧？这个血掌纹和死者手上的血迹范围一致，应该是死者的。我就知道，我们没这么幸运。或许我们是幸运的，有一个厉害的家伙会帮助我们，或者说，是在利用我们。他知道凶手的情况。好了，我们做初步尸检吧。颈部有大面积切口，暴露了颈内容物，双侧颈动脉、颈颈脉，包括气管、食管，完全断离。颈部周围有大面积血泊，其中一部分血已经开始凝固了。额骨有明显的骨擦印，应该是粉碎性骨折。出血量巨大，尸斑非常浅淡，不易被发现。尸浆还没有在关节处形成，角膜还很透亮。死者的死亡时间，昨天晚上11点30分钟左右。你怎么知道？死者的手表指针不再转动，应该是和凶手在激斗过程中损坏了。上面的时间是11点27分左右。椭圆形的创口，没有创旧，应该不是常见的凶器。从作案手法来看，是电击杀手的可能性极小。不是他，这么肯定？就是他通知我来的。我采集到血液样本，除了死者之外，还有另一个人的足迹，血码是43码。关路未婚，屋内也没有发现其他任何男性的生活痕迹。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你是43码，但关路刚遇害不久，秦明没有时间换血啊。我没有怀疑他，只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不利于他，我就怕。我们先回局里吧，刑侦那边估计有一堆问题等着我呢。秦明，没事了。这小子干嘛呢？这是他个人习惯，他这样打拍子有利于他思考。思考啥？思考怎么应付审讯？看来得速战速决呀。就目前掌握的情况而言，彪哥案件，秦明的嫌疑最大。我希望我们所有人放下个人情感，专注案件本身。毕竟，我也不相信这是他干的。我去吧。不都说这小子聪明吗？我倒要看看，他离开了他的解剖台，他还能有什么本事？队长，我也去。一位优秀的刑警，是不会因为个人情感影响办案的。秦明，环境熟悉吧？作为一名法医，你也参与过一部分讯问和询问的工作。行了，老郑，开场白就不用了，咱们直接开始吧。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刚才手在那敲，你在那琢磨什么呢？我是在想，他为什么要叫我去关路家？难道他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你指的这个他是谁啊？你别听他故弄玄虚，有没有这人还说不定呢。首先呢，经过尸检的初步判断，关路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昨天晚上11点30分左右。那个时间段，我刚好在老张小处，林涛可以作证。咱们回去吧。老张，买单吧。好嘞。你确实有不在场证明，但初步判断不能做准。你是通过死者的腕表进行鉴定的，凶手完全可以处理腕表。假设凶手是你，你甚至可以对现场做手脚啊。那就等详细的尸检报告出来之后再做判断。我的足迹分析会证明我的清白。不过补充一句啊，你们的审问还有追问，确实挺到位的。谢谢。严肃点儿。我之所以会出现在那个地方，是有人叫我过去的。他用一个未知号码打给我，通讯记录里面有。手机来之前已经交给李队了，
手机的密码就是我来这里报到的日子。我认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电击案的连环杀手。欢欢，查一下报到日期，解锁。明白。但请尊重我的个人隐私，只看通讯记录。毕竟你们还没有正式的拘捕证吧？缓缓，我来吧。的确有一个未知号码的来电，我明天去电信公司看看有没有收获。李队，我申请参加询问。秦明一直在回答林涛和赵队能想到的问题，他根本不给他们发问的机会，他保持在自己的节奏里。你去问，那能问出什么呢？他知道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那既然我们是明牌，就明到底，让秦明自己分析案情，帮我们完住这次询问。你让秦明自己去分析，他始终是个警察。去吧，谢谢。两位先离开一下，我想跟他单独谈谈。李队同意的。对不起啊，是我进了你的房间，看了你的黑板，还有你的电击装置，我把这些情况如实的汇报给了刑侦的同事。你不用跟我道歉，这是你身为一个警察的本分。那如果我们互换了位置，你会怎么做？当然是和你做同样的事情，然后站在这里，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呢？刚才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杀害学子的人和杀害关露的人是同一个人，但他应该不是电击杀手，但我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你是说，是电击杀手把你引到案发现场？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两种可能，一，他是在炫耀他的作品，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如果他真的想炫耀，至少应该会留下自己的痕迹。而对于性侵这件事情来说，本身就是画蛇添足。那第二种可能呢？他想帮我们抓到性侵杀手。他帮我们？没错，这个电击杀手高傲自大，他觉得他做的事情并不是犯罪，甚至是在伸张正义。而对于性侵杀手来说，他抱有极大的敌意。那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他为什么不自己解决那个性侵凶手呢？他是在玩一个游戏，而我呢，就是这场游戏里最关键的一个道具。他享受这种操控的感觉，在他没有玩够之前，这场游戏是不会结束的。所以他是在邀请你参与他的游戏里。他是想看看我需要多久可以抓到凶手，甚至说，在抓到凶手之前有没有被他解决掉。看到我挫败、失落，他会很有成就感。他是想证明他自己比你强吗？他是觉得我永远不可能斗得过他。这个凶手，他很了解你吗？那说一说彪哥的事儿吧。电击装置呢，是我在我母亲案子的资料里尽量复制出来的凶器。由于作案手法比较特殊，我这样做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对吧？彪哥作为受害人，他的证言最为关键。他有指认说，我就是袭击他的人吗？想必是没有。如果真的指认我了，那就不是单单的配合调查了吧？你有作案动机，也有作案工具。彪哥是你母亲当年那个案子的法医，他没有查出真正的死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隐瞒了自己的调查，所以这是一条完整的线索。推理完整，但只要没有我的口供，或者彪哥的指认，那这个推理也只是推理。如果你不承认的话，它确实只是一条推理。秦明，我想帮你。没人能帮我，这件事情只能靠我自己。差不多了，你们可以总结讨论了，我等着。
如果真如齐明所说，性侵杀手和电击杀手不是同一个人，那就解释了这段时间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真正的凶手是电击杀手，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得手的是性侵凶手。其实这个人已经知道性侵杀手是谁，而且知道关露已经遇害，所以他引齐明到他的游戏里来，这就解释了齐明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我还是那句话，把秦明昨天的出行时间表和检验报告拿出来做一下对比，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与关露案无关。齐明的嫌疑解除了，根据足迹分析，嫌疑人的鞋底足迹跟齐明不同，但他还是袭击彪哥的嫌疑人。走。秦明刚才说了一句话，他说电击杀手让他参与到游戏当中去，是不是有可能电击杀手对秦明特别感兴趣？说下去。秦明一直在追查他，是不是说明秦明对电击杀手也很感兴趣？我不知道啊，我就是有点害怕，我怕秦明走火入魔了。主任，主任，您来了。我们部门的人都被你叫过来问话了，我能不来吗？都坐吧，都坐吧啊！我跟彪哥已经沟通过了，他无法确认袭击他的人就是秦明，秦明也没有承认，对吧？我们找到了作案工具，当然，齐明也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李队长，我这个人吧，平时呢只愿意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事儿，刑警的事情啊，我实在是不愿意插手。但是秦明现在是我的人，所以说我有必要表达一下我的意见。既然没有证据，该配合的都配合了，差不多了吧？主任，我们是刑侦，这人有问题，我们就得盯着。这好办呀。安然同志，到。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一刻不离的给我盯紧了秦明，别让他跑喽。配合了吧？既然是配合工作，没有必要停他的职吧？可齐明是警察，他出现在了关露的案发现场，那就让他自己把自己摘出来。这件事情我已经向局领导汇报过了，局里边领导也是这个意思。李队长，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们是同事啊，对自己人总该有些信任吧？仔细的查看询问记录，齐明给的情况非常重要。是。散会。秦明，辛苦你了。你也辛苦了。这次你别怪我。陈主任是你找来的？这2件事我都没做错，我都是在尽自己的本分。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啊。如果你还有精力的话，那一起尸检吧。你的事儿太复杂了，得一件一件解决。走吧。现在是早上8点10分，开始尸检。别害怕，我们是来帮你的。死者头皮高度肿胀，触肢可感受到骨擦音，敲肢有破贯音，说明颅骨多处粉碎性骨折、颅底骨折，这样程度的损伤足以导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挫裂创口周围有镶边样挫伤带，创口呈星芒状，应该是锤类钝器多次击打后的结果。
死者颈部创口出血明显，是生活反应，这就说明这个巨大的创口是死者死亡前而形成的，大量出血也足够导致一个人的死亡。创口两角有7、8条脱尾，很浅。多次切割同一位置，导致出现一个巨大的创口，而创口两端也形成了多条皮瓣。死者左侧颈动脉有破口，刺创深达气管，伤到了声门附近的软组织。这种程度的伤害足以让死者失声。从动脉直达气管和食管，凶手的力度不小。会阴部有大量的穿透伤，同样导致大出血。大量穿透伤，如果尸检结果能够证明符合竹签刺伤的特征的话，那么就能印证你说的话，关路案和雪子案是同一凶手所为。合并死因：颅脑损伤合并大出血导致死亡。等一下。竹签纤维，我们先去一趟现场吧，我怕黄文一个人应付不过来。你们继续吧，现场交给我和环环。彪哥，你回来了。陈主任跟我讲过了，现在人手紧张，我提前复工。那就辛苦你了。袭击我的人，跟你的身形真的很像。彪哥，秦明已经在积极配合调查，现在没有一条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秦明当时就是袭击你的人。你不用护着他，是不是他我会调查清楚。无论是谁，我都不会放过。师傅啊！哎，我扶。干嘛呀？一会到现场，你只管吩咐，我全都照做，你别累着就行。撒开！我就受点小伤，现在已经都好了，让你说的我跟半身不遂似的。我不是关心你吗？哟，小嘴越来越会说了啊！走吧。哎，师傅，又怎么了？您真觉得秦明是袭击您的人？你觉得呢？我觉得不会，是不是您当时受伤了，产生了错觉？欢欢，我是老同志，但我不是老糊涂。这虽然背影身形都像他，但我们跟他相处那么久了，连陈主任都说了，我们要相信自己人。欢欢，咱们天天跟事故打交道，骨头能看透，但你敢说你能看透人心吗？在真凶没有抓到之前，他的嫌疑还是最大。师傅，您在想什么呢？你看啊，相关的物品摆放得当，在这里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一切都是在客厅发生的。所以说，凶手不是敲门而入，而是跟死者一起进入。难道说是熟人作案？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玄关区域没有任何搏斗痕迹。但是死者的血掌印为什么会出现在桌子上？死者穿着外出的衣服，却换上了拖鞋，会不会是？
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当时发生的状况。有点道理。但凶手为什么不在小区外没人的地方动手，非要进门才动手？也许凶手是想在关路家找什么东西，图财害命。如果凶手和死者是熟人，那对方为什么不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比如说医学院后面树林里动手？杀了人之后拿到钥匙，然后再入室盗窃。也许凶手是不知道关路家在哪儿，或者是不知道他是一个人住还是跟人合住，所以就跟着他，看看他家的位置，或者是他家有几个人。不排除你说的这2种可能性，但会不会还有第3种可能？第3种，凶手提前藏在房间内。见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明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爱怎么会不见？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真相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reve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应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